孟晚舟和美国司法部达成协议，是不是中国外交的一个新胜利？而为什么有人对此感到了愤怒，感到了担忧？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小飞。孟晚舟呢，这段时间是刚刚和美国司法部达成了延迟起诉协议，而几乎就是达成这个协议的同时，他马上就搭乘专机开始回国了。所以今天的节目制作完成播出的时候，可能孟晚舟已经在深圳家里边准备倒时差了。这边的协议一达成，加拿大马上宣布孟晚舟可以自由活动，然后国内专机立刻把他接回国内。所有的动作都是连贯的，一气呵成的，说明这不是一个非常突发的事情，而是中美加三方早就有了相关的协定和配合，只是最后关头才予以公布。从孟晚舟被抓到现在，这件事已经前后延续了一共是1028天，并且呢，在这前段时间中，中美也是多次会谈，中国在对美方提出相关要求中，释放孟晚舟也是个重要的议题。所以大家很自然的想到，这是美国在会谈之后对中国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让步。当然，也有人提出，释放孟晚舟不仅仅对中国是好事，美国、加拿大双方都有好处。对中国来讲呢，孟晚舟没有认罪就能回国，这是对美国长臂管辖的一个重要打击。对美国来讲呢，这是拜登政府逐渐改变特朗普政策一个关键性的步骤，而走出这一步之后，也有利于中美在其他领域逐步恢复合作和交流。而在延迟起诉协议中呢，也说到孟晚舟承认对一些金融机构提供的这种信息容易产生误导。虽然孟晚舟不承认有罪，但是这个信息也能让美国司法部保留了很多的面子。至于加拿大方面呢，他一直被挤在中美之间，面向任何一方都不好受。这次特鲁多竞选成功，也没有必要受这种夹板气，所以呢，美国方面撤销了引渡协议，加拿大方面马上可以放人。这么算下来，除了特朗普派系，大家都各有所得。但是孟晚舟回国这件事还是让国内有些人感到了愤怒和担忧，这是因为担心美国在这件事情上还会留有更多的后手。美国司法部现在对美国国内媒体放风，说孟晚舟虽然名义上没有认罪，但是承认那些信息对金融机构产生误导，等同于认罪。而且根据美国长臂管辖的相关条款，这就为后续对华为进行更多的制裁预设了伏笔。而美国还能利用孟晚舟承认这些事情，进一步对华为或者说是以后出现类似情况的时候，对中国的其他一些企业进行打击。不要以为释放了孟晚舟就是释放了华为，更不能简单认为美国政府是在向中国认怂，放过了中国。我们还没有到可以放心笑出声的时候。无论是庆贺还是担忧，其实呢都有各自的理由。首先，无论如何，美国人的指挥棒没有像以前那样达成他们要的全部效果，这是我们应该庆贺的。其次，我们也不能报喜不报忧，预先宣布中美博弈中，中国已经大获全胜了。美国呢，也许不敢在军事领域用军事手段跟中国进行全面对抗，但是在经济和科技领域的对抗，华为的事件仅仅是一个开头。孟晚舟事件对中国的最大启示是，美国在经济、科技、法律等方面斗争经验和手段都远比我们丰富。另外，我们这次不能够坚持取得胜利的话，而是让美国取得了胜利的甜头，这种事情就会永远无止无休。好，关于这次孟晚舟的获释，我们就简单的说到这里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，我们下期再说。